沈飞搞出来的一款机载垂发装置设计引发关注，其实际用途和详细细节如何？虎妞这就来给大伙唠了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财户，我是虎妞。最近这2天，军迷圈子里有一个比较重量级的新闻，引发了不小的关注。这2022年刚一开始，航空工业审阳所在去年取得专利的一项新发明，就被放在网络上公开了出来。这项发明专利的核心内容，便是一种叫做机载内埋垂发装置的新武器系统。这一听上去就很高大上，不过随之而来也产生了很多疑问。众所周知，在现代军事领域使用垂发装置最多的那是海军。海军的水面战舰亦或是水下潜艇，动辄就是成千上万吨，有足够的空间来布置垂发系统，并塞下预装填的导弹，从而大幅度提升火力。但在空军这块，现代战机虽说体积也不小，但其内部空间可谓是寸土寸金。要塞下那么多的设备和内油箱，能留给武器系统使用的内部空间本身就不大。同样是内置武器系统的第5代隐身战机，普遍都是低载弹量，就能说明这点。所以很多军迷朋友就觉得，垂发装置这种很占空间的武器系统，怎么看都似乎和空军不太搭边。的确，要是把海军战舰和潜艇上那么大的垂发装置搬到战机上，那确实是没可能的。光垂发装置的深度都比战机本身的高度要高了。所以沈飞这次的机载内埋垂发装置注定会是个小型化的设计，而垂发装置一小，其所能预装填的导弹自然也就不会大到哪儿去，被严格限制的体积。导弹尺寸的大小又关乎到实际作战用途，像是射程、威力，还有制导模式等等关键的性能参数，都和导弹的体积大小密切相关。所以综合分析下来，可以预见到的是，机载内埋垂发装置上使用的小型预装填导弹，应当是一种射程较近、威力较小、使用单一模式制导的机载小导弹。在能确定了这些比较关键的要素之后，再结合空军本身的定位属性，继续往下细致分析的话，就能得出更精确的推论。尤其是当现实中还有与之类似的参考对象的时候，美国空军那边搞的 MSDM 项目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所谓 MSDM 项目，其实就是美国空军进行的一项新兴技术探索，旨在开发一种全新的通用机载防御系统，来增加美国空军各型战机的战场生存力。基于此项目诞生出来一种概念新颖的小导弹，这是一种长度1米、弹径仅为5厘米，也就是50毫米的小不点儿，采用单一制导模式的红外热成像导引头，设计功用也很简单，在极近的有效射程内拦截来袭的敌方空攻导弹。如果实战中距离敌机的距离足够近，到了狗斗环节，也可以将之当作攻击武器朝敌机开火。不过多数情况下还是拿来拦截防御来袭的敌方空攻导弹用的。前面虎妞给大伙儿提到了沈飞的机载内埋垂发装置，因为尺寸的限制，所以只能装填射程近、威力小，并且使用单一模式制导的小导弹。拿这3个要素和美国空军的 MSDM 项目一对比，那简直不能说是非常相似，而是得说完全一致了。从现实角度来考虑，机载内埋垂发装置确实也只能装得下这种防御用的小导弹，体积更大的进攻性导弹那动辄就是几米长，想在战斗机身上装无疑是很不现实的。不过沈飞的机载内埋垂发装置还是有其设计上的高明之处的。美国空军那边的 MSDM 项目用的是多连装挂架，就和非隐身战机挂导弹一样，在外挂架上一挂挂一大坨这种小导弹。作为对比，沈飞的机载内埋垂发装置具备被装载进弹舱内的可操作性，毕竟都叫内埋了嘛，至少不会像美国人那么简单粗暴地把导弹暴露在外。这就很符合5代隐身战机和未来6代机的现实需要，不会因为外挂导弹而破坏战机的隐身性。并且因为垂发装置对有限空间的利用度更高，所以沈飞搞的这种机载内埋垂发装置设计，可以装载和美国人的 MSDM 长度相同，但却弹径更大、射程更远、威力更强、载弹量也更多的小导弹。最重要的是不破坏战机的隐身性。这么一对比之下，沈飞的机载内埋垂发装置至少在未来应用前景上，要比美国人的简单粗暴、直接外挂强得多。当然，也有军迷朋友觉得，这种机载内埋垂发装置若是被装上大型飞机，
比如说运20战略运输机的话，那么运20庞大的机内空间就可以容纳更长更大的进攻型导弹。再往远了说，这就是武库机的雏形，可以让运20搭载着大型垂发装置，变身为战力强大的空中导弹发射平台。严格来说，这么搞至少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，但是在实践操作上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。比如说，沈飞这个设计是带有排烟道的热发射设计，大型导弹发射时巨大的尾烟气流和反冲力，是不是运20的脆弱蒙皮与机体结构所能承受得了的？毕竟飞机不是战舰，要脆弱得多。运20在设计之初也没有考虑到改装成武库机的需求。再展开细说各个子项目和分设计的话，又一大堆的问题与难点，到底实不实用都得两说。也许在未来确实会有类似概念的空天武库机，搭载大型垂发装置翱翔长空，但至少不是现在。就目前来看，沈飞这款机载内埋垂发装置还是装载小型拦截弹，当成机载防御系统使用更具实用性。